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周日正式举行。从投票情况来看，选举进展顺利，现场秩序井然，票站运作顺畅。虽然今天香港出现降温，但仍然没有阻挡选民投票的热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投票后呼吁市民踊跃投票。他强调，投票不仅是履行公民责任、行使投票权，也是为完善选举制度和香港的未来投下信心一票。新华社发表快评指，100万港人用实际行动粉碎谎言与污蔑。本次选举共有153名候选人竞逐90个议席，全部90席都要竞争，无人会自动当选。其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40名议员，由功能界别选举产生30名议员，由地区直选选举产生20名议员。投票从上午8点半开始至晚上10点半结束。全港共开放约630个一般投票站及不多于24个专用投票站，为447万名登记选民提供投票服务。选举事务处还在香园围管制站、罗湖管制站及落马洲支线管制站3个港方口岸设立口岸投票站，提供给因疫情而身处内地的香港选民投票。连日来，为了保障立法会选举顺利进行，香港特区政府各个部门进行了多次演练。此次选举推出多项新措施，包括采用电子派票、扫描选民身份证进行登记等。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上午在巡视九龙塘票站后表示，各票站运作畅顺，电子派发选票运作良好，其中个别票站因延迟开放，晚上也会相应顺延關閉票站的時間。另外仲有3個票站呢，都係因為電子選民登記冊出咗問題呢，係暫停大概10分鐘嘅。青衣商會小學係連線嘅問題，九龍工業學校係燒 fuse， 佛教林金殿小學就係架機要 reboot， 咁嗰個投票時間呢係會相應補返。根據香港特區選舉事務處發布的數據，截至晚上8點半，地方選區累計有124.86萬人投票，累計投票率為27.92%。功能界別方面，暫時有6.4萬人投票，累計投票率為29.28%。選舉委員會界別在1448名選委會委員中，已有1416人投票，投票率為97.79%。今天呢，香港又迎来了降温，街面的温度呢只有15度左右。但我在现场呢就留意到，有不少的香港市民早起来到投票站，投出了自己的神圣一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上9点在高主教书院投票，随后呢，他来到了会展中心视察票站。特区政府其他主要官员也先后到各自的所属选区投票，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等早上都在会展中心中央票站投出了自己的选票。我们注意到，在投票之后会见传媒时，他们都表示，刚刚投票的过程非常的顺利，用时很短，都强调呢竞争非常的激烈，呼吁市民尽早出来踊跃投票，因为这一票将影响香港的未来，意义十分重大。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投票后表示，今天是完善选举制度后首场立法会选举，意义非常重大。他上午以先生到所属选区投票，不仅是履行公民责任、行使投票权，也是为完善选举制度和香港的未来投下信心一票。林郑月娥强调，希望此次选举是公平、公开、公正、廉洁的。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经历了黑暴冲击及新冠疫情，市民都期盼早日恢复经济发展，立法会能监察好政府的民生工作。我是真的深有感受，因为2年多前，我跟我的先生也是来到这个投票站，那是2019年的11月，当时也是一场选举，但是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是什么？就是黑暴乱象啊，每个人踏入这个投票站，还要担心他的人身的安全，他的选举的一些资料都给大量的破坏。这个不是一场香港愿见的选举啊，这个不是一场民主的选举啊。但是今天我看到这个秩序很好
我们都很放心来投下我们这个一票，希望为香港未来长治久安做出一个更好的基础。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上午完成投票后，下午有前往投票站巡视。在会见媒体时，李家超表示，今天的选举整个过程很流畅，一般人可能1-2分钟就能完成投票。他还指出，今天的投票意义重大，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第一次立法会换届选举，会选出符合香港利益、会干事，而且会为香港利益、国家利益服务的立法會議員。將會係選出為香港做實事、符合香港利益，唔會去背叛香港、甘心做外國代理人嘅議員，亦都會因為喺愛國者治港原則之下，新嘅立法會將會係既監察政府，亦都會同政府有良性互動，共同解決香港問題嘅立法會。此次香港立法会选举新增设选委会界别，投票站设在湾仔会展，由1448名选举委员会委员选出该界别的40名立法会议员。不少委员一早就来到投票站投票，他们普遍表示投票过程顺畅，但每一个议席都是竞争，希望选出有能力、有才干的议员，为广大市民发声，让香港再出发。個選票裏邊呢，又冇相，淨係得個名嘅啫，咁所以呢。大家要對嗰51位候選人都係有一個一定嘅認識啊！我花咗20分鐘到咧，填晒3張選票。政府我睇到咧已經盡晒可以做嘅事情咧。呢一次每一個議席咧都係競爭，亦係打真軍嘅，係冇任何祝福嘅。咁我希望呢次選舉能夠產生一批愛國愛港嘅有能力有擔當嘅人士成為立法會議員，喺今後咧喺立法會裏邊咧可以為香港整體社會為市民去作貢獻。都希望有新一屆嘅立法會之後咧可以同政府方面多啲嘅溝通合作。希望我哋通過呢次選舉之後有個新嘅景象。关于此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的问题，不少选举委员会委员指出，投票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当社会很紧张对立、矛盾很激烈时，或民众对政府很不滿意時，投票率往往會比較高。而在一個平和的環境下，投票率往往反而沒有那麼高。好多反中亂港嘅人就入唔到閘啦，咁入唔到閘咧，變成個社會咧就冇以前咁樣兩極對抗嗰個極力嘅氣氛啦，咁雙方嘅支持者咧就冇咁踴躍出嚟投票啦。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也再次强调了此次选举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除了要选贤举能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次选举，向过去的香港政治乱象说不。大家出嚟投票嘅意義呢，除咗係選賢與能之外，我哋係向過去令到香港停滯不前、令到香港蹉跎歲月嘅立法會嗰種選舉制度，同埋選出嚟嘅部分議員呢，説不。我哋其實選舉最重要嘅咧，係選到一啲可以為香港做嘢嘅人，一啲愛國愛港嘅人士。咁我哋其實今次呢咁多嘅選擇裏邊呢，我哋係好值得留意嘅，因為呢我哋發覺每一個界別呢都有競爭。譬如功能組別呢，我哋都每一個界別都有競爭對手，呢個都係第一次嘅。我哋嗰啲候選人呢，我哋其實今次呢就非常之多元化，因為呢唔同嘅背景啊、年齡啊，同埋唔同嘅政治光譜都有，咁所以呢正正呢就係符合咗我哋講到今次選舉嘅政治包容性。此次香港立法會選舉規模龐大，是關乎全港市民的頭等大事。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上午投票後，隨即巡視各區票站，以及因選舉而啟動的保安局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確保選舉安全有序進行。他強調，保安局及轄下紀律部隊嚴陣以待當天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若有人企圖破壞選舉，執法部門必定果斷執法，不會讓違法分子逍遙法外。
香港警方周六在柴湾拘捕一名35岁男子。警方通报称，经情报收集及深入调查，锁定这名疑犯涉嫌在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及一个社交通讯平台发布信息，煽惑他人以孤狼式袭击伤害警务人员及票站人员，鼓吹他人使用暴力进行破坏。香港警务处处长肖泽怡指出，此前已拘捕3人涉煽动他人做暴力违法行为、破坏选举等，呼吁市民勿以身试法。香港廉政公署周六还发布消息，通缉罗冠聪、张坤阳等人，因其涉煽惑他人不投票。而被通缉的张坤阳、前区议员刘家问、李家伟和李轩朗，在立法会选举投票当天，又在社交平台发文，妄图煽动香港市民不要前往票站。香港特区廉政专员白韞六周日表示，会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防止任何人操控破坏选举。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为确保选举公平、公正和公开，以及确保选举廉洁，已派出不同部門留意和處理選舉相關事項，強調有信心可以防範破壞選舉行為。咁所以呢一啲咁嘅力量呢，仍然存在，而我哋都睇到呢係嘗試破壞我哋選舉嘅成功。亦都因為咁呢，所以政府係派出需要嘅單位去處理我哋今日投票人可能面對嘅一啲風險嘅。廉政公署呢，亦都係拘捕咗10個人，亦都通緝咗5個人，而警方亦都拘捕咗呢係大約係3個人呢係涉及呢係類似嘅行為嘅。但係我哋係有信心呢方面嘅問題呢，我哋完全防範得到。我们现在来连线正在香港一处投票站外的深圳卫视驻港记者秦月。秦月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场的情况，以及你今天对整个立法会选举的观察。好的，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位于湾仔区的宣尼师道官立小学的投票站。那大家能够看到呢，这里现在是灯火通明。目前包括这里分布于全港各个地区的630个票站呢，是结束了投票，稍后马上进行点票。那从今天整体的投票情况来看呢，相当的井然有序，气氛平和良好。不过对于候选人们来说呢，气氛呢就没有这么平和了。比如像是51名选委会界别的候选人呢，要选出40个，淘汰11个。那有候选人在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呢，就用紧张和兴奋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至于非常有看头的地区直选，像是港岛东、新界东北、九龙西等选区呢，拼杀都非常的激烈。那候选人和他们的团队呢，到今天的晚间仍然是在各个票站之外的合规区域以及自己的选区呢，是努力的拉票。几乎每个选区的每名候选人都打出了告急牌，争取选民的支持。那至于谁能够公平、公正、均衡的代表几百万香港市民出任新一届的立法会议员，为民发声，真是不到最后一刻都很难见分晓。大家都相当的期待明天的点票结果。那说回到这一次的立法会选举呢，是在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全面性的选举，整体的规模呢是比选委会的选举呢是大了很多，但明显看得出流程呢是有了明显的改进。那我今天也作为选民亲身体验了一下投票的过程，和今天采访的选民所说的一样呢，投票的流程是非常的快速和顺畅。从票站门口工作人员的稍作引领，到票站内相当清晰的路标指示牌，还有官方印制的候选人的简介等等，再加上这一次选举呢是首次采用电子派票，不像以前呢是按照身份证的英文字母来排队，所以领取选票的过程呢是时间快了很多。那作为选民需要出示身份证以及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呢拉开口罩。那工作人员呢会使用一个平板电脑的镜头扫描身份证，然后发出选票。那在这个发票的过程当中呢，选民其实是能够看到自己的并核对自己的身份证上的姓名以及部分身份证的号码和获发的选票的种类。那因为我领取的是直选的选票，这个选票的大小呢是 A4 纸的大小，然后进入一个保密的空间格子之内，用印章盖上自己的薪水候选人，只可以选1位，多选白票或者是图污都属于废票。之后呢，再把这个选票反转投入一个蓝色的保密箱之内。在这个投票结束之后呢，除了一些特殊的投票站之外呢，所有其他的投票站都会被指定为点票站，以供点算地方选区的选票。那至于所有功能界别以及选委会界别的票箱呢，则会被运送到位于香港会展中心的中央点票站来点算。最后，所有的选举结果都会在中央点票站内的新闻中心来宣布。好的，也谢谢秦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跟观察。此次香港立法会选举在10个直选地区当中，港岛东的竞争最为激烈，有4名候选人分别是工联会吴秋北、民建联梁熙、新民党廖天成以及独立候选人潘卓宏。周日，潘卓宏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就表示，他本身就是最大声批评政府的人，此次他能够成为候选人，就说明立法会选举绝对不是清一色。身为60后的潘卓宏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还修读了法律硕士学位，多年来一直热心政治，曾参与2011年香港区议会选举而落败。这次新选制下实施以来的首场立法会换届选举，竞争比10年前参与的那场选举更为激烈，但他还是积极投入。
我哋個區咧，港島東咧係全港競爭最激烈嘅地方嚟嘅，因為有3個大政黨啦，亦都加埋有我啦。咁咧4個人咧本身咧都係各有咁上下水平啊。咁所以因為水平高啦，咁所以競爭係非常之劇烈。咁而且喺資源投放上面啦，喺個選戰嘅心理策略啦，或者選戰嘅地面戰方面咧，都係做得非常全面嘅。咁咧就我希望咧就係我亦都有信心我會贏到。潘焯鴻在香港社会有较高的知名度。几年前，他曾披露，在港铁沙中线红磡站月台的工程中，有人剪短钢筋偷工减料，大大影响了地铁安全。当时，身为工程外包商中科兴业公司董事总经理的潘焯鴻多番高调接受媒体访问，令港铁钢筋们持续发酵。香港特区政府跟进调查，这起事件让潘焯鴻獲得吹哨人的標籤。香港嗰個成個政治光譜好闊嘅，咁咧可能由依度嚟到依度，咁就係我算係一個咧就係對政府係好尖鋭嘅人嚟嘅。咁咧就係對政府或者對任何一啲咧覺得係有問題嘅事物咧，我都會即刻出聲，而且大聲出聲嗰種人。咁就我都參加到，咁我希望咧就可以我都入到議會啦，亦都可以話俾全部香港人聽咧，其實我哋立法局議員呢個代議士嘅角色咧係冇變到，我哋仍然可以監察政府。深圳卫視注意到潘焯鴻的政治立場並不鮮明，他曾表示自己不屬於任何一個派別。夏寶龍主席呢之前提到了愛國者治港不是搞清一色，而是五光十色。那您是怎樣理解這個五光十色的？我本身就已經好極端嘅人嚟㗎啦，我本身就係其實香港其中一個最批評政府最尖鋭嘅其中一個人。咁既然我都可以參加，所以我唔覺得會有清一色咯。您剛剛說您批評政府是最尖鋭的，那您順利當選的話，以後將如何的繼續來監督政府呢？我入到政府嘅時候呢，我會追究翻政府之前做一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啦，或者係屍位素餐嘅地方嘅。咁就我特別對官員呢好兇狠嘅，原因就係我覺得官員呢係收緊一個非常高嘅糧㗎。香港嘅官員呢係可能簡單嗰個局長呢。佢所收嘅一個係薪金咧，個待遇咧係比起美國總統仲要高喎。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如果做唔到佢哋角色咧，我好簡單，我覺得應該走啊。咁就係其實我反而見到咧，國內咧官員表現唔好咧，就需要更換。咁反而依方面我會揸得好緊。咁入到去嘅時候咧，我會將我以往嘅尖鋭聲音咧帶到議會裏邊，係甚至對一啲香港政府施政唔好嘅，對市民係唔好嘅，我會加緊佢。咁另外有啲官員如果係表現唔好嘅話咧，我更加會要求佢落台。新選制重塑香港選舉文化，對開啟香港良政善治新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外界注意到153名候選人來自香港社會各個階層，多元化程度可謂前所未有，充分說明愛國者治港絕非要搞清一色，而是五光十色。深圳衛視採訪多位候選人，對於未來香港立法會將發揮怎樣的作用，來聽聽他們是如何說。本次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153名候選人競逐90個席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候選人中約一半是首次參選。我呢係出身基層啦，我本身係一個孤兒，我覺得香港俾咗好多嘅機會我好希望呢能夠回饋社會、服務社會。我本身係一個房地嘅律師啦，咁我好希望用我嘅房地產法律知識同埋我喺土地行政嘅經驗。我希望能夠改革到香港嘅土地房屋嘅政策同埋法例，為香港人做多啲嘢。其實我哋係會協助政府，但係我哋亦都會督促政府。候選人來自香港社會各個階層，既有商界、學界、專業界的精英翹楚，又有來自社會基層的勞工、職員、中小企業經營者代表，既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又有講普通話的港漂，中國台灣地區出生的人士，加入中國籍的老外。既有經驗豐富的資深參政者，又有充滿衝勁和創新力的年輕人，參選者的多元化可謂前所未有。這充分說明，愛國者治港絕非要搞清一色，而是五光十色。大家喺不同嘅光譜、不同嘅背景底下呢，我哋會強強合作，優勢互補，希望可以為社會做一件更加向前邁進嘅事。我哋唔能夠再等多10年、20年，所以因此我係希望呢，利用咗我多年嘅專業知識同埋豐富嘅行政經驗咧，我係可以喺議會入邊可以令到香港未來可以融入呢個國家發展大局。再者咧，係點樣促進香港青年向上流動嘅機會。新選制下的新氣象不僅表現在一大批新面孔，也體現在選舉回歸良性競爭。想透過我嘅參與咧，去提出對香港一啲改善。我諗我係51個人裏邊咧，比較集中講呢個政務官嘅改革，大家都係激烈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我哋係要好努力去
競爭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健康同埋係好有意義嘅。更重要的是，在新選制下，選舉回歸到為民眾謀福祉的初心。因為過去嚟講，的而且確係浪費咗好多嘅時間同埋好多嘅資源，浪費咗又唔能夠發揮作用。咁而家呢係俾咗香港一個整體社會一個重新去振作、重新去整理、再出發咁嘅機會。咁我覺得大家都應該一齊把握好呢個機遇。咁所以我雖然即係年紀都唔細，咁但係我都覺得仍然係希望出一啲力，係希望幫到香港往好嘅方向發展。我哋過去23年咧睇得到咧，係有啲人咧係藉住民主、自由，但係忘記咗一國兩制嘅嗰個重要性。我相信喺呢一個維護國家安全法出咗台之後，香港更加秩序回復正常。咁喺咁嘅情況下咧，大家可以專心一致為香港服務。由於選舉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一段時間以來，香港立法會選舉被某些勢力所利用，以致藍潮派混跡立法會。他們完全不顧民生福祉，窮盡手段拉布，干擾阻礙立法會運作。尤其是在前2年的修例風波期間，藍潮派議員將立法會當成推翻一國兩制的戰場，企圖顛覆特區政府，嚴重扭曲立法會的功能，引發諸多紛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選制下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備受香港各界期待。我哋係屬於第5界別全國性組織嘅選委，我哋見到生長喺唔同地方嘅人士，包括台灣、內地、外國嘅人士，都可以參與到今次嘅選舉。咁我哋覺得係非常之有驚喜，同埋非常之有新意嘅。咁但係各個候選人，我哋都聽過佢哋好多次見面會，都覺得大家都係同一條心，都係想為咗香港好，為咗香港個未來好。第4度當選選委會委員的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表示，整個投票過程非常順利，香港未來的改變將始於這場選舉。I actually think the system can really work. I think this LegCo of 90 seats really has a chance to work. You know, LegCo in the past did not work. Really, everything was filibustered. People's lives were really hurt because bills could not get passed. I think that's a big mistake. And I think that's why Hong Kong was stuck for so long, because LegCo is the engine that can pass bills. I believe under this system, things can really work well. I think the economy of Hong Kong, people's lives could get better because bills could get passed.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香港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刚刚结束了，超过100万香港市民投出了手中的票。您对此有何观察？主持人好，今天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对香港的3个考验。一是考验153名参选人之中，哪90位是选民的身谁能够胜出，成为第7届立法会议员；二，考验基于新选制的选举活动组织是否得当；三，考验香港市民是否有足够的社会担当，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第一，自11月以来，竞选第7届立法会90个议席的100多位参选人不断走访选民，摆设街站，参加竞选论坛，聚焦经济民生。有的参选人还走进塘房农屋、渔港农户，访贫问苦。而今天的投票结果将是对他们一段时间以来竞选工作和个人能力的最终检验，遴选出153人中最得人心也是最优秀的90人，以此证明符合爱国者原则的公权力者不仅有能力治港，而且只会更加优秀。第二是4个小时的投票活动，考验新选制之下香港民主实践的组织能力。我注意到特区政府首次启用电子选民登记册，在投票站内增加核对和发放选票的柜台，大大缩短了香港市民投票所需的时间。投票站中还为长者、孕妇和有需要的人士设立了休息座位与关爱队伍，免于他们长时间排队。在香港媒体的现场直播中，多位市民表示，此前参与投票常常需要等候1小时以上，而这一次得益于电子选民登记册，3分钟就搞定了，又无需担忧疫情风险，相关安排可谓是又好又快。还有一位70多岁的长者在被问及投票气氛如何时，笑言自己没怎么感受到气氛，因为特别设立的关爱通道让他很快就完成了投票。事实上，当香港市民习惯了选举就是大排长龙，就是持续的混乱斗争，不免会对此次选举所呈现的井然有序感到不习惯。然而，这就是新选制所带来的新气象。香港市民今天方便快捷的体验，就是对第2个考验对选务组织水平的最好回答。
第三，此次立法会换届选举考验了香港市民的社会责任感。投票从来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香港市民自己。这是公民权利，也是公民责任。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2月6日所言，凡是拥护一国两制、希望香港越来越好的香港居民，都一定会以主人翁的姿态，依法行使好民主权利，郑重投出手中神圣的一票。我注意到，今早香港气温不过10多度，投票开始前，新界北等地投票站外却已经有市民排队等候，其中甚至不乏长者和残障人士。在寒冷的周末，超过100万香港市民走出家门投票，对懂得南方冷天滋味的人来说，尤其能体会到其中所传递的意义。我在香港选民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们对立法会恢复理性议事、对香港更加美好未来的期许。那么，对于此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即将出炉的结果，您又有怎样的预判呢？如果说今天选举的过程是对香港的一次考验，那选举的最终结果同样也是对香港的一次大考。考验的是香港社会的政治成熟度。根据选举流程，外界预计全部结果最快将于周一上午出炉。此后，香港社会将迈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处于这个新阶段的前夜，面对一些香港市民的不适应，外界应当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与理解。但与此同时，香港市民自身也要有足够成熟的政治思维，去拥抱新的香港和新的未来。如果选举结果与自己的预期不相符，能否做到尊重选举结果？能否正确理解民主是通过协商来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而非以整体利益为代价去强调个别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在一个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时代中，面对某些别有用心的观点，能否具备足够的智慧去选出并支持那些真正有政治操守、政治品德以及政治能力的公权力者呢？另一方面，对于成功当选的香港第7届立法会议员，他们又是否有足够成熟的政治思维去看到并做到新选制之下，香港的民主不再是为了选举而选举的权力游戏，而是着眼于解决具体的民生问题，保障750万香港市民的整体利益，维护香港和国家的共同利益，让全体香港市民都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而这将是对他们政治成熟度最根本的考验。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拭目以待。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岛内反莱猪、珍爱早教等4项所谓公投案结果周6晚间揭晓，4项议案均被否决。观察认为，虽然此次所谓公投被视为民进党当局大获全胜，但无法掩盖其背叛台湾民生利益的真相。台媒直言，时至今日，台湾民主已经变质，是非混淆，灵魂虚无。此次公投的投票时间从周6上午8时开始到下午16时结束。按照台当局选举部门规定，公投案要通过，有效同意票需高于不同意票，且达到投票人总数的1/4以上。这次4项公投案通过的门槛是4956367张同意票。最终，因4项公投案的同意票都未达投票人总额1/4以上门槛，且不同意票都多于同意票，因此被否决。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当晚于中央党部发表谈话致歉。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一次4大公投的结果不理想。我身为国民党的主席，正是要在这边向全体跟所有辛苦的志工，还有我们党员同志表达歉意。朱立伦提到，对于公投结果相当遗憾，对台湾民主是极大的伤害。因为公投已死，今后也很难再有公投案在这样制度下可以突破。对于台湾的新的民主独裁的政府是个胜利，但是对于追求深化民主的每一位公民团体的朋友，每一位台湾基层的民众来讲，这一次是民主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但反莱猪案领衔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维洲当天对外界鞠躬表达歉意及感谢，并宣布即刻起辞去国民党副秘书长的职位，强调自己是该负责任的人。长期以来，针对此次公投的民调大部分都显示这个公投几项议题之间还是有所差异那么民众对他的支持度是有高有低，那么这个情形并不完全一样。那么之所以会在此次公投结果出现这种所谓的一边倒的一种态势，那么很大程度上是民进党在公投前夕，特别是最近1-2周之内，它大幅的这样一种通过这种
这种所谓的选举奥步，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这种政治优势、政治资源去转化为实际的这种选票数字，那么他做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台北市长柯文哲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民进党花了5800万新台币进行宣传，用仇恨动员。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在这场公投中逐渐透支。对于4项公投均未过关，柯文哲分析有2个原因：一是在政党全力动员、各说各话、毫无交集的讨论下，多数选民对这次公投感到厌弃；二是4大公投牵涉到食品安全、能源政策、环境永续、选举制度的变革的复杂议题，很少人有充足的时间与信息量做出全面性的判断，投票动力更低。柯文哲也提到，从选举结果来看，显然大撒币的组织动员有效。在行政资源、媒体近乎一体化的倾斜之下，新绿色威权更加强大，在野党的处境也愈加艰困。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江启臣也痛批，民进党不止砸钱在全台宣讲，行政部门还动用人民纳税钱买广告，这已经不是政令倡导，而是把公库当党库，用行政资源为民进党宣传。那已经是立场跟意识形态，是标准的政党对决。台湾联合报文章指出，虽然4大公投未能通过，但蔡当局能宣称自己大获全胜吗？明明该听取民意的时候，政府却用巨炮来轰炸及搅扰人们的耳目，弄得人民心烦意乱，兴味索然。如此手段遏制，好意思自诩民主吗？台湾中国时报提到，时至今日，台湾民主却已经变质，是非混淆，灵魂虚无。民进党挂着民主进步的招牌，却成为践踏民主、扼杀自由的权力怪兽。这头怪兽擅长用抗中保台话术洗脑民众，煽动族群与两岸仇视，炒作台湾意识，偷渡台独。其实所作所为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理念，也未必真心台独，而是为了无限扩大及延续自己的权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民进党依然掌控着对于当前岛内的舆论，岛内的媒体生态、岛内的社会的主要的这样一个议题带风向的这样一个能力啊。通过它的，我们看到近期暴露出来的网军的操作也好，还是通过它本身就非常绵密的、非常深厚的这种政商媒的这样一种生态，很容易的就把这个舆论的风向从有利于在野势力的方向转化为执政党想要去塑造的一个方向。此次岛内民间发起的4项公投，其中包括反莱猪进口、珍爱藻礁、重启核4等3项涉及食品安全、环保及能源缺口，都是岛内重大的民生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反莱猪案。所谓莱猪，就是含有莱克多巴胺及瘦肉精的猪肉产品，对人体有害。目前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禁止在食品中使用莱克多巴胺。民进党自己在台下时曾坚决反对进口莱猪，但一上了台就马上变成莱猪的坚定捍卫者。特别在反莱猪是事先不容易想到的，本来想说反莱猪蓝绿都应该不要吃莱猪才对嘛，莱猪怎么会要吃呢？现在几乎那个案子都差不多，除了一个核4以外，其他大概正反都差不多了，而且表示已经只问立场，没有是非了。当民进党把它打成蓝绿对决的时候呢，大家就不讨论内容了。此前就有评论表示，若反莱猪案通过，不排除台当局与美国的关系会受到冲击。所以压力之下，民进党故技重施，将公投诉诸恐中反中。台媒观察指，蔡英文等人宣扬的逻辑是，如果反莱猪过关，美国就会不高兴，就不会帮台湾。不但台美之间的经贸谈判无以为继，台湾也无法加入其他国际经贸组织，没有办法走出去的台湾，在经济上就只能依赖大陆。美国也有人帮腔，甚至出言威胁。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10月就曾公开力挺美猪。孙小雅称，会让我孩子吃美国猪肉，也会鼓励台湾民众多多吃美国猪肉。相关言论不仅将反莱猪概念偷换为反美猪，更被岛内舆论炮轰美政客介入公投。而所谓公投的结果出来后，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将与台湾就食品议题持续寻求建设性接触。环球时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在莱猪议题的种种表演，将其宁肯牺牲民众健康也要抱紧美国大腿，甘愿对外国势力予取予求的本性暴露得最彻底。一方面是要告诉岛内听众，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对美方进行一个表态，就是无论岛内民众反对我的力道有多强，都能够通过我这种政治上的操作，把这种反对的声音给压制下来。在这样一个结果情况下，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美方也好，还是民进党当局也好，那么他们对于这种双方之间这种相互勾连，将会肆无忌惮，更加的肆无忌惮。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台湾2021年所谓4大公投周6进行，结果都没有过关，您对此如何看？
4大公投全部没有过关，貌似不可能的一幕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那么就国民党而言，这是所谓选战无力、指挥无方、团结欠奉等等自身政党疾病的再次的总爆发。那么以此番公投的这个口号诉求为例，国民党经历了多次摇摆，最先喊出的是所谓倒戈公投，继而呢又在4个同意和2个同意、2个支持之间摇摆。那么国民党党部和地方官员经常也是各说各话，很难形成所谓战斗蓝的合力。联合报今天的社评文章就公开批评国民党整体是一盘散沙，根本难以对抗将士用命的民进党。那么反观后者呢，只要他进入到选举状态，那么民进党自身的能量就会全面激发，加上其惯用的类似陈水扁时代一颗子弹逆天改命式的极限选战工具箱，再加呢他作为执政党的权力与资源的加持，民进党经常会在选举投票中上演各种大反转。那么还是以焦点议程反莱猪为例，那么民进党就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洗脑式的操弄，所谓反莱猪就是反美猪，就等于直接反美，再加上呢由美方人士配合跨洋喊话，那么一通操作猛如虎，最终逆转式翻盘。但是呢，如果我们跳出党争视角，我认为台湾所谓公投结果，恰恰正是台湾式民主击毙的总爆发，是所谓劣质民主的一个集中呈现。也因此，我们更应该对蔡当局利用所谓公投结果进行的进一步的操弄，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为什么您觉得这一公投结果是台湾劣质民主的集中呈现呢？我们又该警惕蔡当局哪些操弄呢？所谓台湾4大公投，它的焦点是食物安全议题，是能源安全议题。那我们还是以莱猪为例，老百姓说我们不想让美国的瘦肉精、猪肉、猪下水、火腿肠上台湾人的餐桌。好，政客们来了，那我们就安排投票吧。但是呢，在投票过程中，这个投票的议题实际上它被掏空，它被异化了。比如呢，我前面提到的，从反莱猪到反美猪，再到反美的所谓扭曲式操作。那么甚至呢，民进党还刻意制造舆论，高雄市长陈其迈放出所谓统独公投的一个狂言，叫嚣台湾队要站出来。国民党反思道歉溃败，实际上呢，他也是在基于党争和选战的考量。联合报今天的社评说，国民党勿忘公投惨败教训，真正的挑战在明年。那明年的挑战当然是地方选举，选战一败再败的国民党，他还能赢吗？那么问题就来了，闹哄哄公投过后，老百姓餐桌的放心肉问题有解了吗？莱猪问题不存在了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关民主的4个要看与更要看的标准，就更加能够体会其中的深刻洞察与直指核心。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那么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的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承诺，更要看选举之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那么更要看这些个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了人民监督和制约。所以岛内名嘴黎建南说，台湾是民主的最大的弊病就是投票一时爽，4年悔断肠。那么反莱猪公投之后，台湾人还是得捏着鼻子吃美国的瘦肉精猪肉。反莱猪公投结果确认之后，蔡英文对记者说，台湾人想要进入到世界，愿意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这当然是别有用心的鬼话，是他的政治算计。既然民进党敢把食安议题操弄成所谓的统独议题，那么蔡省长他当然就有这个动机与动力，利用公投结果去打国际空间牌。尤其在当下台湾友邦纷纷有进转生之际，蔡英文最迫切的目标是试图将台湾纳入到所谓的民主同盟体系，是要以更多的勾连来倚傍外部势力。前几天在台北见来访的几个法国议员，蔡大谈所谓团结对抗威权主义，他也是这样一种居心。那么接下来申请加入 CPTPP 的议程，很可能就会成为蔡当局冲撞国际空间的又一发力方向。对此我们不妨追踪关注。
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